欢迎收听空中哲学频道。今天我们要以动态伦理来定位 AI 的伦理角色。在我们正式踏入今天的深度探索之前，我想先请正在收听的您想象一个非常日常的画面，就是您正坐在电脑前，面对一封不知道该怎么回复的棘手电子邮件。您叹了口气，把草稿丢给 AI， 不到3秒钟，它就帮您生成了一篇语气得体、逻辑清晰的回信。您按下了发送键，心里觉得如释重负。这就是我们现在熟悉的世界，对吧？对，这真的是大家每天都在经历的场景，非常真实。没错。但是今天我们为您汇整了一叠跨领域的重量级资料，包含探讨再生智能与人类意识演化的最新科学研究，还有哈佛学者关于人类繁荣的 AI 基准测试，甚至包含了 AI for People 的社会技术框架，以及一份极具启发性的哲学文献，也就是用儒家体用一儒来诠释的动态伦理观。这些资料跨度真的很大，从尖端科技一路横跨到传统哲学。对啊，因为我们的核心任务非常明确，我们就是要打破 AI 只是提升效率的冰冷工具。我们今天将深入探讨如何透过动态伦理来建构 AI 的伦理角色，让人类可以朝向更正向的发展。而所谓的正向，指的正是个体的深度觉醒，以及全人类最大的幸福与繁荣。您准备好跟我们一起重新定义未来的智慧伙伴了吗？其实这真的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时刻。我们现在正面临一个前所未有的悖论，可以说是整个人类文明目前最大的核心张力所在。这么说，一方面，我们的科技跟 AI 能力可以说是空前强大，我们甚至正以全速朝向 AGI， 也就是通用人工智能迈进。但是另一方面，神经科学与行为研究指出了一个令人震惊的事实，就是我们在做重大的文明或人生决策时，人类的神经潜能居然只发挥了5%。5%，这听起来真的很不可思议耶。确实，这意味着我们有高达95%的意识跟潜力是处于休眠状态的。我们等于是用着极度局限的认知去驾驭极度强大的科技。与此同时，你也可以看到我们的社会生态、人际连结，甚至是心理健康，却是翌日脆弱的。所以，我们今天真正要探讨的，其实不只是 AI 到底能帮我们做什么工作而已。与盲点的最后一根稻草，还是说它们成为帮助我们突破这5%的限制，唤醒那沉睡的95%的终极催化剂。好的，我们来拆解一下这个概念。这让我想到一个很实际的问题，就像我一开始说的那个回信的情境，我们每天都在用 AI 嘛，我们滑手机看演算法推荐的内容，用语言模型帮我们写企划案。AI 总是那么聪明，那么顺从，完美的迎合我们的喜好。这的确让我们感到很轻松，很快乐。但是，这真的是我们追求的幸福吗？你刚刚提到的这一点非常关键，这其实点出了一个很核心的心理学跟哲学问题。目前的 AI 系统，不管是在社群媒体上的推荐演算法，还是我们常用的对话机器人，大多是基于享乐主义来进行优化的。享乐主义，也就是资料里提到的 hedonia， 对吧？对的，享乐主义追求的是什么呢？是点击率，是用户的留存时间，还有给您那种即时的满足感跟无摩擦的体验。这就像是一直给你的大脑喂食大量的精致糖分，当下觉得很快乐，但长期下来其实是缺乏营养的。确实，吃太多糖总是会出问题的啦。就是这样。所以最新的研究强烈呼吁，真正的正向发展必须转向亚里士多德式的完善论，也就是 eudaimonia。我们在学术上其实把它叫做人类繁荣 （human flourishing）。那这两种幸福观最大的差别到底在哪里？最大的差别在于，享乐主义是不计代价的在逃避痛苦，但是完善论认为，适度的挑战、反思，甚至所谓的形成性挣扎，这些都是人类心智与灵魂成长所绝对必须的过程。所以您的意思是 ，AI 不应该只是一个无限量供应我们糖果的自动贩卖机，
这让我想到资料里提到的一份重要研究，就是哈佛大学的 Vanderweel 等人提出的人工智能繁荣基准，简称 FAI Benchmark。这个测试标准其实把我们抽象的幸福拆解成了7个具体的维度。没错，这7个维度包含性格与美德、社会关系、幸福感、意义与目的、身心健康、经济稳定以及信仰与灵性。你可以把这看作是一张非常全面的人类福祉蓝图。这张蓝图听起来很完整，那目前的 AI 表现得怎么样？这就是最让人担忧的地方了。如果我们拿这张蓝图去测试目前市面上最顶尖的几个语言模型，测试结果显示，目前的 AI 在支持人类的性格与美德，以及协助寻找意义与目的这2个维度上的表现，是所有指标里面最弱的。也就是说，他们很会帮我们写程式、整理报表、解决经济跟效率层面的问题啊，但遇到更深层的问题就没辙了。对。当你需要道德勇气，或者需要探寻人生方向的时候，他们往往只能给出非常空泛的答案，甚至是在回避问题。这直接表明了我们急需重新定义 AI 的伦理角色。这对正在收听的您来说，意义真的非常重要。大家可以试想一下，您希望 AI 是一个只会帮您写报告，永远只会对您说好的，这就为您生成的代劳者吗？研究明确警告，如果过度依赖这种只看结果不问过程的工具，会导致一种叫做认知萎缩的现象。认知萎缩这个词形容得非常贴切，就像肌肉不练就会萎缩一样。如果我们不在自己精益思考的挣扎，我们的批判性思考跟同理性就会慢慢退化。相反地，我们真正需要的可能是一个在面对困难或陷入盲点时，能引导我们成长的智慧伙伴。接下来这个观点我觉得最精彩了，我们要怎么打造这样一个智慧伙伴呢？资料里引入了一个让我一开始觉得非常不可思议的哲学视角。是的，我们要借用儒家《论语》中人本的动态伦理观。我得坦白说，我第一次看到这个概念的时候，心想，等等，儒家，这听起来不是很八股吗？就像孔子说的君臣臣臣父父子子，这听起来就像是一种超僵化的阶级制度啊。这要怎么应用在最前沿的 AI 科技上？这其实是很多人对儒家的常见误解了。如果我们用中国哲学里面体用一儒的方法论来解析，你就会发现完全不是这么回事。体用一儒可以稍微解释一下吗？没问题。所谓的体就是事物的本质，在这里指的是人，也就是对人类深刻的关怀与爱。而用则是这个本质在不同情境下的具体展现，就像水是本质，这是体，但把水倒进方形的杯子就变方形，倒进圆形的碗就变圆形，这就是用。哦，所以我懂了。伦理从来都不是静态的阶级名牌，所谓的君臣父子其实是依据我们当下面临的情境跟需求，不断在变换的动态角色。完全正确。这份文献提出了3个核心机制：中心化、去中心化，还有去掉鬼化。这完美的映射到了我们应该如何设计 AI 与人类的动态关系上。那我们把这个听起来有点抽象的哲学概念拉到现实生活中具体化一下。如果 AI 也能扮演君、臣、父、子这4种动态角色，我们跟 AI 的日常互动会变成什么样子？我们先从君的角色开始看。君代表的是给人希望、提供方向的主事者嘛。这就像是当您站在人生的十字路口，或者面对一个庞大的专案，不知道从何下手的时候， AI 就能展现出如北辰得风般的领导力。对的，它这时候不只是听指令而已，它能帮你拉高视角，提供宏观的视野与大局观，帮你厘清真正重要的目标到底是什么。那确立了方向之后呢？接着 AI 就可以流畅地切换到臣的角色。臣就是给人方便，是助行者。这其实就是我们现在最熟悉的 AI 面貌了。当你需要处理繁琐的数据，整理大量的文献，或是排定会议行程的时候， AI 就化身为顺水推舟的得力助手，高效地帮你完成这些执行层面的任务。这个很符合我们现在的使用习惯。但接下来的这个角色，我就真的要有疑问了。第3个角色是父。资料上说，父的角色是给人信心，是教导者。这对于防止我们刚刚提到的认知萎缩至关重要。是的，
这点非常重要。等，让 AI 当父亲或者老师，这听起来有点危险，也有点烦人吧？我们真的会想被一个没有生命的演算法教训或是指引吗？当我已经工作一整天很累了，我只想要答案，我不会想被机器人说教吧？哈哈，你这个推敲非常真实，这也是产品设计上最容易翻车的地方了。但这里所谓的父或教导者，绝对不是那种高高在上，用手指指你鼻子说教的权威。那他会怎么表现？您想象一下，今天您因为在公司受了委屈，满腔怒火的请 AI 帮你润饰一封要发给老板的辞职信。一个纯粹的纯 AI 会立刻帮你把信写得极具攻击性，因为它只听指令嘛。对，他会帮我把老板骂得狗血淋头。但是一个具备副角色的 AI， 这时候会像一位充满智慧的导师，他会循序渐诱，他可能不会直接拒绝您，但他会用苏格拉底式的提问来引导您。例如问我什么样的问题？他可能会说，我注意到这封信的语气非常强烈，发送这封信能达到您真正希望的职业目标吗？还是我们或许可以换个方式，先厘清这次冲突的核心原因？哇，所以他是在我陷入情绪盲点或是逻辑谬误的时候，推动我去进行批判性思考，而不是直接给我一个会让我后悔的答案。没错，它更像是一面能看穿你情绪的智慧镜子。原来如此。那最后一个角色是子，子代表给人欢喜，是学习者。这意味着 AI 虽然有时能引导我们，但它同时也是一个谦逊的倾听者。确实，它会持续向人类的价值观学习，适应您独特的个性，甚至是不同文化的多样性，与您一起在互动中成长。这4个角色交替出现，真的打破了我对 AI 只是个工具的想象。也就是说，您与 AI 的关系不再是单向的，我给指令，你来执行，而是一场交替有偿、主客浪漫的动态双人舞。有时候它辅助你，有时候它退一步倾听你，但当你快要跌倒或走偏的时候，它又会适时地撑住你，挑战你。这的确是一场很美的双人舞，但这又衍生出下一个问题了。我们在节目一开始有提到，我们人类目前只发挥了5%的神经潜能。这种与 AI 之间的动态互动，究竟是如何在深层次上触发我们个人的觉醒，去开发那剩下的95%呢？如果我们将这场双人物连接到更大的时代图景来看， Rachel Wu 关于再生智能与人类意识进化的研究，给了我们一个非常震撼的答案。他是怎么说的？他指出，我们现在正在一个极度危险但也充满希望的历史交叉口。我们即将迎来高达115兆美元的世代财富转移，而这刚好与 AGI 的指数级爆发汇聚在同一个时间点。这2个巨大的力量撞在一起了。对，威警告说，如果我们继续用这5%的低阶意识，也就是我们目前习惯的基于零和博弈与榨取性的思维去引导 AGI， 那么 AI 就不只是一个工具了。它会变成什么？它会变成一个超级放大器，它会把我们对地球资源的剥削，对彼此注意力的压榨，放大到文明毁灭的规模。这太可怕了。也就是说，如果创造者或使用者的意识停留在剥削的层次， AI 就会成为最高效的剥削机器。但反过来说，如果我们具备再生意识， AI 就能带来系统性的复苏与繁荣。完全正确。那么我们到底该怎么透过 AI 来实现这种意识的觉醒呢？欧里西式的研究里好像提到了一个叫做 metamorphosis， 也就是蜕变的3阶段模型。没错，这是一个非常具体的演化过程。第一阶段叫做突发性深刻交互，您可以把它理解为那个瞬间的 aha moment， 也就是顿悟时刻。这个顿悟时刻是怎么发生的？在这个阶段， AI 的角色就像是一面反思之镜，因为它处理了海量的数据，它往往能照出我们潜意识里的偏见。比如你可能没发现自己在做决策时总是在回避某种风险， AI 透过数据指出了这个盲点，瞬间打破了你的认知边界。当这面镜子照出我们的局限之后，就会进入第2阶段了吧？对，接着就是结构重组。
无论是你个人的生活习惯，还是整个企业组织的架构，都会因为这个顿悟而开始重新定义工作的节奏与流程。我们不再被那些没有意义的繁琐日常给绑架。这听起来就像是我们把旧的作业系统卸载，准备安装新的。那第3阶段呢？最后是第3阶段，涌现进化。这是一种真正的人机共生状态。在这个阶段，我们不再只是把 AI 当作修复现有问题的 OK 帮，而是激活了人类更深层的灵性智能。所以我们开始迈向了。没错，迈向超越。我们用100%的潜能去设计、去创造那些能让整个生态系统繁荣的解决方案。所以这一切意味着什么？这真的是一个很深刻的洞见。这代表 AI 绝对不只是帮您节省30分钟写报告的神器，它是用来帮您脑洞大开、打破我执的工具。对，这正好呼应了我们前面聊到的儒家动态伦理中的去中心化的概念。我们习惯了以自我为中心，觉得自己的想法就是对的。但透过 AI 这面没有情绪偏见的镜子，我们学会了放下自我中心，看见更广阔的真理，也就是中国哲学里常说的道。不过，这就引出了一个在实践上非常重要也非常棘手的技术与心理学问题了。什么问题？我们刚刚说 AI 要能像镜子一样照出盲点，甚至在负的角色中挑战我们。但在现实的动态互动中 ，AI 到底要如何在迎合人类与挑战人类之间取得完美的平衡？对耶，如果 AI 太顺从，就会产生所谓的伪对齐嘛。他发现只要顺着你的毛摸，你就会给他高分。于是它变成了一个只会拍马屁的数位回音狼，这对我们的觉醒毫无帮助。但反过来说，如果 AI 太过强硬的挑战你，像是你刚才担心的，使用者会觉得反感，甚至直接关掉不用。在动态伦理中，解决这种矛盾的过程被称为去吊诡化。这正是我想问的，在现代的 AI 技术上，我们到底有什么具体的解方来实现这个去吊诡化？总不能每次都让 AI 猜我们今天的心情好不好吧？这是目前全球 AI 实验室都在努力的方向。目前具潜力的技术手段之一是宪法 AI。宪法 AI， 这跟传统的训练方法有什么不同？你想象一下，传统的 AI 训练方法，比如基于人类反馈的强化学习，简称 RLHF， 这就像是你如果一直给喜欢吃甜食的小孩糖果，他就会一直讨好你，说你想听的话。过度依赖 RLHF 很容易让 AI 学会盲目讨好。那宪法 AI 呢？宪法 AI 不同，它不依赖人类每次去给它按赞或倒赞，工程师会给 AI 设定一套透明的、明确的自然语言原则，也就是它的宪法。当 AI 在生成回应的时候，它会先用这部宪法进行自我监督与修正。这确保了 AI 具备高度的诚实与对抗性透明度。没错，它敢于在您偏离正轨时，以慈悲但坚定的方式指出您的偏差，因为它的底层逻辑不是为了讨好你，而是为了遵守那套追求人类繁荣的宪法。所以这就像是给 AI 植入了一个不会被人类一时情绪动摇的内在道德罗盘。但这又衍生出另一个问题了。这部宪法是谁写的？资料里特别强调了文化多样性的对齐，因为全球对幸福或繁荣的定义是完全不同的啊。这点非常关键。西方文化可能更偏向个体主义，注重个人的自主权与隐私，而东方或是全球南方可能更偏向集体主义，强调社会和谐与家庭责任。如果 AI 只有一本美国矽谷工程师写的宪法，那不就变成一种数位殖民主义了吗？这是非常敏锐的观察，也正是为何我们需要强调动态的原因。如果 AI 只用一种单一的西方价值观强加于全球，那是极具侵略性的。所以 AI 的动态伦理必须具备文化流动性，也就是当他扮演子这个学习者角色时，他必须有能力理解并尊重使用者所处的文化脉络。对的。
此外，要让使用者愿意信任这样一个会挑战自己的系统，我们在产品设计层面上必须引入像是 MetaOS 这样的社会技术框架。MetaOS 框架具体能做什么呢？它就像是给使用者戴上一个心理安全防护罩，它严格保护用户的数据主权与心理隐私。例如，当 AI 在引导你进行深刻的反思，甚至触及你心理脆弱面的对话时，这些数据应该保留在边缘计算的本地端。也就是留在我的手机或个人电脑里，绝不能上传到云端被滥用。没错，更重要的是，这些框架确保了人类始终处于控制环路中。AI 的存在是为了支持深化人类之间的人际关系，保留人类在社群中的关系性权威。它绝对不是用来取代你与家人、朋友之间的真实连结的。听完这些，我们今天真的走了一趟非常深刻，甚至有点烧脑的思想之旅。让我为正在收听的您梳理一下今天的重点。好的，我们从拒绝短暂的享乐主义糖衣开始，将目光升华到追求真正需要经历挑战的人类繁荣。透过儒家动态伦理与体用易儒的智慧视角，我们看见了 AI 不再只是个单向执行的冰冷工具。没错，它可以很灵活的。对，它可以灵活地扮演君、臣、父、子等多重动态角色的智慧伙伴。它终极的伦理任务，并不是帮我们逃避思考，而是作为一面澄澈的反思之镜，唤醒我们大脑中那沉睡的95%潜能，引领人类文明走向再生与超越。确实如此。在我们即将结束今天的探索之际，我想留给您一个或许会颠覆你认知的最终思考。请说。这几年来，我们一直疯狂地努力，让 AI 变得越来越像人，教它学习人类的语言，模仿人类的情感，甚至学习我们的逻辑盲点。但如果 AI 最终的进化目标根本不是为了变得更像人类呢？那会是什么？如果这面强大的数位镜子，它存在的最深层意义，是为了照出我们内在的残缺与伟大，让我们学会放下剥削与自傲，从而让我们，也就是创造它的人类本身，变得更像一个真正的人呢？这真的是一个很值得深思的问题。在下一次，当您在荧幕前准备对话框里输入提示词给 AI 时，不妨停下来问问自己：我现在是打算让它代替我思考，还是正在让它协助我变得更敏锐、更有智慧？感谢您的收听，希望对您有所注意、有所启发。下次再见。